是杰森·斯坦森最烧脑的一部电影，片中的剧情复杂反转，留有悬念，以至于当年上映后，很多人都评论说没看懂。今天陈飞就给大家梳理一下情节，保证每位老铁们都能看懂。故事发生在米国的一家银行，几个歹徒突然冲了进去，他们分散站位，戴上丝袜，然后就对着空气一顿突突。歹徒控制住在场的所有人，还打倒了想要反抗的保安，然后就让银行经理打开了安全系统，银行大楼的入口瞬间被封锁。一个员工却在此时偷偷按响了警报器，气得歹徒邦几枪送走了他。然而仅仅几分钟，警方的人就赶到了现场。歹徒老大看到后，立马给警方打去电话，要求警局的前任探长来跟他协商，否则就会干掉银行里的人。而他说的前任探长就是眼前的杰森，他因为办案时误杀人质被开除。现在警局局长为了银行的安危，亲自出面请他出山，还恢复了杰森的职位，但也要让新来的小白跟着他。杰森知道表面上小白是助理，实际上是帮局长监视他，但他也并未多说什么，而是快速来到案发现场，和歹徒老黑通了电话。但这家伙却开了变声器，不仅说出杀害员工的事，还跟杰森讲起了混沌理论。Chaos has some order to it. Wait, Lorenz. Don't worry, I don't have any plans until sunrise tomorrow. 说完，老黑就挂断了电话。但杰森已经意识到，老黑对警方的办案程序非常了解。至于他说的日出之前，应该是在拖延时间，想准备下一步计划。所以杰森他们决定强攻，想要救出其余的人质。等到特警就位后，杰森说他们只有5分钟时间，因为切断电源后，银行里的发电机能恢复供电。随后杰森准备下令断电，老黑似乎有所察觉，让同伙把人质吊起来，挂在了银行的窗户前。杰森和小白看到后非常震惊，立马下令让特警撤退。但特警队长为了表现自己，不惜违背命令准备强攻，结果刚到门口就被炸飞出去。一时间银行里的人吓得落荒而逃，和外面的吃瓜群众混在了一起。等到杰森他们进去后，只剩下一片废墟，看来歹徒已经混在人群中逃了出去。杰森立马让同事调查监控，但局长看到这种局面后，决定把一切怪罪在杰森头上。杰森听后并未感到诧异，因为他深知局长和高层的威严，每次出事都要找人背黑锅。与此同时，小白又听了一遍杰森和老黑的对话，似乎发现了什么，于是他立刻找到杰森，想要和他聊聊老黑说的混沌理论。杰森却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不想听一个刚毕业的人絮絮叨叨，然后就把饭钱放在桌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小白似乎很不服气，不仅拿出自己的钱结账，还想把杰森的钱还给他。殊不知这个举动在后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天下午，警方就在监控中发现了一个惯犯，杰森的同事抓过他几次，所以知道他的相关信息。随后警方就准备去抓人，结果刚敲门，杰森就察觉到异常。几声枪响过后，杰森他们打开了房门，对着里面开了几枪，吓得犯人撒腿就跑。杰森见状立马去追，结果不小心中了一枪，还让犯人从窗户逃了出去。小白看到后立马去追，想用手枪逼停开车的犯人，结果差点被对方用车撞倒。起身后，小白征用了一辆摩托，想去追捕逃走的犯人，但很快就在巷口翻了车。犯人看到后非常得意，但下一秒就被警车撞停，来人自然就是杰森。杰森咣当几下打倒了对方，算是给自己中枪出气，然后就对着摔倒的小白打了个招呼，让他明白谁才是抓人高手。而被打倒的犯人受了内伤，只能在医院进行治疗。警方只好去搜他的家，结果搜查到一包现金，但他并不是被抢银行的钞票，而是米国财政局的赃款。因为钞票上有特殊液体的气味，这是警局政务室独有的手段，为的就是保护证物不被调换。杰森知道后立马前往政务室，发现有人拿走了那笔赃款，登记表上显示是特警队长拿走的。杰森他们迅速来到队长家中，结果却发现他已经自尽了，家里还有银行内部的构造图，这让大家觉得他是畏罪自杀。就在此时，老黑打来了电话。Detective Connors. I'm starting to connect the dots. Vengeance will be mine, detective. Then come and get me, you piece of shit. 老黑直接挂断了电话，小白对此十分不解，老黑是怎么知道杰森在这里的？通过杰森的一番开导，小白觉得队长是利益熏心，和老黑里应外合抢劫银行，结果发现被骗畏罪自杀。杰森听到他这样说非常满意，但局长却在此时收到消息，老黑他们并未拿走银行的钱，而且也没动保险柜，这让小白一脸懵逼。劫匪大费周章，结果一分不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他决定回银行重新调查，看了很多遍案发时的监控，发现劫匪移动了一个摄像头，出现了视野盲区。技术科立马检查盲区下的电脑，在键盘上发现了很多指纹。
经过指纹的比对，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黑客。杰森立马带着小白去找黑客，结果刚到门口就听到枪声，杰森他们立刻冲了进去，开始对房间进行搜查。结果发现黑客已经遇害，杰森还从家里的监控中发现躲在暗中的老黑想干掉小白，杰森以最快的速度扑倒了他。但他的肩膀还是被子弹擦伤，老黑开了几枪后迅速跑路。等杰森和小白追出来时，他已经开车逃离了现场，这让中枪的小白非常气愤。好在之前抓到的犯人已经苏醒，正在气头上的小白立刻对他进行逼问，吓得他时不时看向旁边的杰森。但随着小白注射特殊药物，犯人吓得供出了同伙。警方根据信息调查到，老黑是一个歹徒的亲哥哥，之所以要报复杰森，是因为他不仅在珍珠街误杀了人质，还击毙了劫持人质的歹徒。作为歹徒哥哥的老黑自然要为弟弟复仇，而且他的同伙也是重犯。几人约定在今晚碰面，杰森他们知道后立刻前往目的地。等到那几个歹徒碰面时，警方会立刻出手抓住他们。结果一个警员的无线电出现故障，发出的声响顿时被歹徒听到，吓得歹徒立刻朝着警方开枪，然后就撤回了房间。杰森他们立刻分开搜查，干掉了2个亡命徒。一个女警突然发现定时炸弹，立马呼叫大家撤出房间，但杰森因为和歹徒缠斗，错过了撤离的机会。爆炸过后，消防员迅速处理现场，找到了杰森的警徽和一具尸体。小白对此感到非常郁闷，好在技术部的人入侵了银行系统，这才搞明白老黑他们当初为何不拿现金。We just witnessed the largest bank heist in history. About $1 billion. 原来老黑他们在银行系统植入了病毒，这种病毒能从所有账户随机提款，把钱存入虚拟账户，然后不停地转到下一个账户，而且每次转账的金额都不会超过10美元。如此小额的交易，银行并不会注意。这样一来，就算老黑他们转走10个亿，银行和警方也不会有所察觉。至于最终会转到谁的账户，警方暂时也无从查证。小白听到后非常头疼，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就在他回家的路上，老黑给小白打去电话。My compliments on a fine day. You're a murderer. A cop killer at that. I didn't kill anyone who didn't deserve it. Keller was insignificant, and Connors, he deserved to stay. 说完，老黑就挂断了电话，但小白却从中听出了端倪，二话不说就找来了政务室的守卫。因为之前他们已经查到特警队长勾结老黑，但老黑却打电话说队长无关紧要，所以小白觉得这肯定有问题。而且他还拿出队长以前的报告，上面的签名字迹和政务登记表上的完全不一样，反倒是和守卫的报告签名非常像，所以小白断定守卫伪造签名，不仅陷害了特警队长，还把赃款给了老黑，让他找同伙去实现抢劫计划。 My conscience is clean. He's been 2 steps ahead of Connors and me all day. Of course he has. Who knows Connors better than him? 此话一出，小白非常疑惑。守卫看他如此执着，就交代了实情。原来老黑并不是歹徒的哥哥，他曾是杰森的助理，两人一起参与了珍珠街案件。看到歹徒劫持人质，非常激动。老黑担心人质的安全，就开了枪，结果却误杀了人质，这让老黑顿时自责难当。突然，杰森看到歹徒想要开枪，于是率先出手干掉了歹徒。事后，两人被指控滥杀无辜，老黑因此被直接开除，而杰森也受到牵连被停职。气愤的老黑为了复仇，不仅戏耍了杰森和警方，还通过守卫诬陷特警队长，从而实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抢劫案。弄清楚这一切后，技术部门通过通话定位查到了老黑打电话的位置，小白立刻前往目的地，刚好遇到从餐厅离开的老黑。老黑见状假装投降，然后出其不意地朝小白他们开枪，快速撤回了餐厅。等小白他们进去后，老黑已经劫持了老板娘，重新上演了珍珠街案件，想让小白体会自己当时的处境。突然，小白的同事想要偷袭，结果却被老黑率先发现，于是迅速用枪逼退了小白他们，然后带着老板娘一起逃离。等小白追出去后，只剩下老板娘一个人瑟瑟发抖，但她还是伸出手指明了方向。小白快速追了过去，却被躲在集装箱上的老黑偷袭，好在及时躲避才逃过一劫。子弹打完后，老黑想坐船离开，但小白却找了过来。老黑突然跳下船，打掉了小白的枪，然后就和他缠斗在一起。很快小白就被打倒，但他也抓住机会捡到了手枪，邦几枪干掉了眼前的老黑，当作是给死去的杰森报仇。事后他来到餐厅喝咖啡，结账时无意间拿出了杰森之前买单的钱，他放在嘴里闻了闻，发现气味和政务室的赃款一样。小白顿时明白了什么，立马跑到杰森家里翻找，刚好看到了《混沌》这本书，上面标记着老黑当初说过的混沌理论。小白立刻意识到杰森可能没死，让同事用《混沌》的作者名进行调查，果然发现这个名字要坐一架飞机离开。小白立刻来到飞机场，让前台帮忙寻找杰森。就在这时，杰森打来电话。 Think about that a minute. Doesn't that blow your mind? $10. That, my friend, was my mistake. I called you. 小白听后很快意识到，
杰森才是抢劫案的主谋，于是一边接电话一边寻找杰森，想在他坐上飞机前抓住他。而杰森则是大方承认了这一切，还说当初的定时炸弹是他放的，爆炸前他把警徽留在同伙的尸体上，然后快速躲进事先准备好的地道。等爆炸结束后，他再换上消防服离开现场。It's after 6. The money's cleared. I'm a wealthy man. So why not kill me? You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his wasn't about killing Shane. It was about standing up for what matters. Besides, you kinda grew on me. 原来这一切都是杰森为了报复体制，因为每次办案出了事，高层都会把罪责算在一线人员身上，但杰森他们都是按规矩办事，结果却成了背黑锅的替罪羊，所以杰森非常痛恨这种体制，这才狠狠地戏耍了他们。而且当初他们被开除停职，都是因为特警队长出庭指证，所以杰森不仅干掉了他，还想把一切嫁祸给他。说完，杰森就挂断电话，潇洒地走上了私人飞机，慢慢品尝着最爱的香槟，准备拿着10亿美金潇洒后半生。不得不说，杰森在该片中的表现与以往完全不同，摒弃了那个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角色，塑造了一副尽在掌握的高智商形象。看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